小的，却直面风雨，独行使命，留下坚定背影。乘风吧，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前行吧，未见之旅等待我们开辟，去战吧，见证光明爱用交织搏击，守护吧，理想炙热如炬，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不再彷徨，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迷雾消散，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季凯，季凯，真是没想到啊！我和你会在这样的场合下再次认识，赵季凯。是啊，我也没想到。如果可能的话，我宁愿选择一个更浪漫一点的地方。没错，我就是你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我一直潜伏在汇泉集团的内部，向钱天星提供数据。果然又和钱天星有关系。那你说说吧，你是怎么把程序植入到更新包里的？这个故事很长，从哪说起呢？就从张小北炒作施小虎的案件开始吧。那个时候，我们汇泉集团刚刚收购了绿波，就是现在的汇波。当时我们集团已经花了一大笔钱，而张小北的行为无疑是火上浇油。尹汇泉想从境外进行融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始终没有到位。随着汇波的扩张，汇泉集团的财务状况也受到了影响，所以尹汇泉就想着要从各个方面削减开支，减少预算，然后扩大直播板块的投入。我当时向他提议，不如砍掉那些看着没用，然后投入颇多的项目，
比如说，把监控调整为7天的保存期。尹慧泉当时就同意了，他总是以为自己是老谋深算，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还是棋差一招。所以你早就布好了局。从张小北的事情以后，尹慧泉就对我颇为失望，收走了我很多权利。当时我就意识到，以后想要再获得个人的信息，会难上加难，所以我开始琢磨着，一定要想到一个更高级，甚至更隐秘的方式。然后就出现了双向通道程序的粘连。没错，那是我的手笔，程序是我写的。之前我骗了你，说我对技术只是略懂皮毛，那都是假的。其实我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自学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像施小虎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游戏时长和充值数额的双高人群。我可以轻易的从数据之中挑选出我所想要的人，提供给钱天星。那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程序更新这一招呢？后来严管了，我也不能轻举妄动，所有的业务都暂停了，我只能让 F 国那边用最原始的方法去挑选潜在用户的名单，比如郭靖安，又比如你们断掉的 AI 网点。说到这里，我倒要感谢一下张小北，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后面计划的先决条件。因为张小北的事情，尹慧泉大发雷霆，他下令整个公司所有的游戏进行更新。于是我就想着，在他的命令之下，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小小的程序呢？我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不会有人发现。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张小北在这个时候又蹦出来了，他说发现了我们慧泉游戏的问题。像这种多管闲事、管不住自己嘴的人，迟早要为他的言行付出代价。所以是你绑架了张小北？我为什么要绑架一个瘪三？那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我只是爆料给了边秋秋，制造了张婉如的丑闻，让张小北陷入痛苦之中，无暇分身。那后来呢？你是怎么瞒天过海，躲过鲍梅国，开始动了手脚？这个人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观察他很久了。他有一个习惯，晚上加班的时候喜欢一边吃东西一边工作，要不然他很容易睡着。虽然我被收了权，但其实也恰恰帮了我。谁让我们的董事长那么喜欢多管闲事，抢着顶雷呢？自从我们公司来了个肖慕恩，老头子就开始厚此薄彼了，处处让我下不来台，颜面丢尽。所以我就不再正面跟他争斗了，釜底抽薪，足够了。我是总裁，分管人事，我随便的暗示了一下，鲍梅国就去负责游戏更新了。凌晨3点不停机更新的时间也是我定的。因为在这个时间段，整个公司除了保安以外，没有任何人在加班。凌晨3点，也是一个人的大脑最放松的时候。我知道他每次加班以前会提前15分钟下楼去买吃的，于是我在便利店里面制造了自己不在场的证明，然后卡着点上楼，用事先准备好的硬盘替换掉了服务器里的更新包，而我的更新包大小也是252兆。只是几 KB 的小程序罢了，就像是石入大海，永远不会有人发现。按道理来说，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怀疑，有这种综合权限的人就只有尹慧泉，根本就不会有人想到是你躲在慧泉公司背后，瞒天过海，投机取巧，隔山打牛。所以，这些事情全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没错，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钱天星呢？你说说你和他的关系。我提供数据，供他诈骗。
就这么多？与本案有关的就这么多，与本案无关的，我不想说，个人隐私。你认为是老 A？ 老 A 的名字谁不知道啊？我说我是老 A， 你相信吗？钱天星不是也早就承认他就是老 A 吗？这些数据，你是不是自己也有获利？我指的是，除了给钱天星提供之外，你有没有拿来做非法网络贷款之类的用途？钱天星从来不让我插手诈骗的事情，我知道他是在保护我。网贷公司是我一个人弄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甚至连钱天星都不知道。我这个人出身卑微，穷惯了，所以我喜欢钱，我喜欢很多很多的钱，只有这样，才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贷款的概念，是我跟着钱天星的时候学会的，太容易了，一生十，十生百，我只不过是把它融入了互联网的理念。以你们两个人的工资，你们是无法想象，那是多么可观的一个数字。我们之前抓到过一个跟施小虎、张小北案件相关的人，他以前也在汇泉集团短暂的工作过之后离职了。你认识这个人吗？跟你有关吗？我知道这个人，他在汇泉工作过，后来被公司发现他私自拷贝了用户的个人信息，然后被开除了。不过这个人跟我们没关系，纯属巧合。所以，施小虎的案件确实是跟你有关。怎么说呢？有关，也无关。有关的只是游戏，无关的是因为有着无数双像我们一样伺机而动的犯罪的眼睛在盯着他。关于相关的证据，我们已经搜集的差不多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一一向你展示。但是如果你愿意如实的、坦白的、主动的向我们交代你所知道的一切，那正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我都到了这儿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不过很可惜，我不能为你们提供任何证据，因为我们这行的规矩就是月后即焚。李一堂知道你来自首吗？有必要专门通知某一个人吗？如果没有这个必要，我宁愿选择孑然一身，了无牵挂。联系核对了吗？打电话了，他们正在来的路上。让他过来，把赵继凯送到公安局，办理相关手续。好。董事长，都在这儿，没什么事儿，都回去工作。都去忙吧。先喝杯水吧。别东张西望的，老师弟，我落枕，警官，我得活动一下脖子。
赵立凯都交代了，小龙，把赵立凯那视频给他看看。不用了，我想清楚了，不管他说没说，我都全部交代。我是赵继凯的老朋友，也是他雇的黑客，我负责帮他盯着网贷的厂子，也负责帮他把筛选好的个人信息发到境外。还有呢，刚才抓你的时候那服务器是怎么回事？还有植入汇权游戏里的双向通道程序是怎么回事？那双向通道程序也是我写的。还有呢？还有什么？张小北的事儿啊。是，我是雇了2个人，跟我一块实施绑架。我就是气不过张小北这种人，净给别人添堵，到处惹是生非。不过这小子太滑了，自己跑了。污蔑他姐姐的事儿，是我通过虚拟身份联系的边秋秋，给了他具体的撰文内容。赵继凯知道这事儿吗？喂，你怎么还在睡觉？阿凯啊，你这时候找我，有急活吗？根据可靠的消息，张小北又开始惹麻烦了。这小子就像一个湿面团一样，甩也甩不掉，真让人恶心。哎，那混小子就是个小人物，你搭理他干嘛呀？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他竟然发现了我们在游戏里动的手脚，估计现在正去检察院找安妮的路上呢。啊？什么？你说，需要我做什么？找2个什么都敢干的人，让他们给张婉如泼脏水，记住，越脏越好。不是阿凯，这张婉如不是已经死了吗？你往他身上泼脏水，能阻止那小子吗？张小北是什么人呢？啊，重情重义，又爱冲动，要不然为什么以前惹出那么多祸来？现在的张小北举目无亲，张婉如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精神支柱。如果他知道有人给他姐姐泼脏水，那你猜张小北会怎么做？他还有时间去多管闲事吗？阿凯啊，我是担心这么做会引火烧身啊，别到时候又把焦点给转移到咱们这边来了。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按我说的去做。记住，干得干净点，不要留下任何线索。像这种模棱两可的文章，传播速度是很快的。只要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引起全民热议，那张小北和安妮就会被转移视线。好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了。像张小北这样的人，你不给他一点教训，他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就像一个引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我做这件事情，是我自己觉得时间紧迫，一不做二不休，擅自做主。我雇了2个有案底的人来帮我。那你们是怎么给钱天心传数据的？我是通过远程的数据加密进行传输的。不夸张地说，我这个人在网络方面算是有天分，互联网里边没有几个人是我对手。你那么厉害，为什么会跑到这儿来啊？阴差阳错，运气不好。你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是吗？我告诉你，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行了，说说赵继凯非法网贷的事儿吧，怎么运作的？赵继凯他非常看重游戏里的氪金玩家，这部分人都很年轻，他们拥有未来，也就在意未来，时间和生命的价值，对于还款来说更有保障，这也是我们盯的主力。
一旦符合我们筛选出来的氪金玩家，我们就会通过各个公司、网络平台给他们群发信息。但凡是有这种需求的，他们自然就会至少联系我们其中的一家。我们曾经也认真的研究过，愿意在网游充值方面贷款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也都是大手大脚。这些人自然就会继续这种贷款的需求，不断的拆东墙补西墙，所以他们就会永远在我们的食物链里面。当然了，我们也有从非游戏渠道获取的一些一般用户。这块都是你在管理？我不管钱，我跟赵继凯各有分工，钱的事儿是他在管。你们俩怎么认识的？虽然我只有初中学历，但我这个人从小也算是对网络安全方面比较有天分吧。那时候利用一个网络平台的漏洞，不断的转账交易提现，后来被抓了，给我判了盗窃。我跟赵继凯关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俩算是同病相怜，英雄惜英雄。那时候我还很瘦，所以在里边老受欺负。是赵继凯帮我，他真帮我，拿命帮我，所以我这条命也是他的。李总监，哎，你去哪儿啊？我辞职了。谁批准的？您还不知道吗？赵总自首了，听说已经正式批捕了，所以我也混不下去了，还是主动辞职，比较体面一点。好了，李总监，谢谢您和赵总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我走啦，再见。一堂，如果，我是说如果，他们真的找到我了，那就让他们冲我来。你不能这样。你跟我不一样，你有事业，有家人，有朋友。你不应该为了我而放弃这一些。你最好不要牵扯我的事情。我不想听这些了，我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那我们还不如离开这里，忘掉这里的一切。我们随便找一个小岛，整天什么事都不干，看看大海发发呆，整个世界就只剩我们两个人。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愿意离开这里，愿意放下他？放下放不下的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与其整天这样提心吊胆的，还不如离开这里，去寻找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季凯，那我们可说好了，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这一辈子再也不能抛下我一个人了。那你想想，咱们去哪儿好啊？毛里求斯、斐济。对了，你把这张卡拿上，我所有的钱都在里面，密码就在卡的背面。我有钱。我知道你有钱，你的钱那是你的，我的钱以后也是你的，怎么花钱，你来定。原来你一直骗我。你可以逃啊。至少你是自由的。董事长，感谢您这么久以来的照顾。
我记得当初来汇泉的时候，还是您亲自聘用的我。时间过得真快，我知道不该在这个节骨眼提出辞职。汇泉现在正是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合力向前的关键时刻。但我跟赵继凯的关系，想必你也知道了。他现在出事儿了，我也没有理由继续在汇泉待下去了。你不必走啊，我知道你的想法。其实你的工作是非常不错的啊，全公司上上下下都为你伸出大拇指啊。再说汇泉集团近期走过的历程，那都是你和你的团队的努力，使咱们的公司躲过了多少次的风险。你和赵继凯还不是夫妻，那么在法律上还不算是一体，这起码你还是独立的你。你在我眼中啊，可是非常标准典型的职业女性代表。那么我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一切，合理的安排好你的工作和生活。董事长，您这么说，我更加无地自容了。说白了，公司法务总监就是为企业合规合法经营把好关的。但从结果上看，我的确没有做好。可能现在很多汇泉人还会怀疑我跟赵继凯一样，但无论如何，我都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挽留。我相信您这么优秀，汇泉集团这么优秀，肯定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前仆后继的加入的。你想好了？想好了，我想任性一次。真心祝福汇泉的发展越来越好。好吧，后会有期。再见。就是喜欢你这种洒脱劲儿，真的，你越是这样，我越是着迷。喂。你之前跟我说要辞去公司法务总监，手续办好了吗？啊，王主任，都办好了。哎，你说你，我要是你，肯定选择汇泉这样的大企业，旱涝保收。汇泉公司法务总监的位置，你都不想待，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王主任，我还是想回到专职律师团队，出庭为当事人辩护，才是我最喜欢的感觉。希望您能理解。当然，你的回归肯定让咱们律所律师专业团队如虎添翼，再创佳绩。说句实话，你的专业水平过关，选择哪条路都行。原来一切早已注定。什么？哦，没什么，谢谢您的理解啊。原来你还有汇泉这样的大客户，还有赵继凯为你在后撑腰，不过这一切要重新来了。谢谢您，王主任，再见。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承蒙在座的各位带领自己的部门继续工作，使得公司的运营稳定的向前发展。在此，我谢谢大家。我今年很激动。经过这次风波，我想站起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我身后的这把交椅看似非常的风光，可能你们都认为这是代表着权力、尊严和财富，但是你们都不知道啊，这椅子的下边还有一个火炉，它一直在烘烤着坐在上面的这个人，所以我分分秒秒、无时无刻，我都有一种危机感。你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感受不到。那是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其身，不知其痛。我没有被外人所击倒，也没有被竞争对手的明枪暗箭打倒。我没有倒在时代的洪流中，我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手中啊！赵继凯。不用我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上已经是沸沸扬扬了。我们是搞互联网，只要从事这个工作，就没有一个秘密是不能被挖出来的。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工作也受到各媒体高密度的盯着。但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们任何事情的发酵的时间，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呀！我甚至很纳闷，我们公司内部的决议，我们内部的机密，总是第一时间被传到外头。我是把汇泉当成自己的家，但我并不能要求你们都把汇泉当成自己的家。在这儿，我给你们大家鞠躬。董事长，我就希望你们要爱这个家，不要去推倒它。我是汇泉的法人代表，我对汇泉的任何事情都要负责任。赵继凯，我犯了识人用人的错误，我这个人太主观，启用了一个不能与时俱进的一个经理。而且让他坐在总裁的位置上这么长时间，给公司带来了损失。因为我的问题，我向大家赔礼道歉。董事长，使不得，我们受之有愧。我倒是要非常的感谢肖木恩。这几天通过你们的汇报，我看到了肖木恩对公司的贡献，也看到了汇泉今后发展的希望。那么，我要向你们大家宣布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我个人名下汇泉5%的股份无条件全部转让给肖总，以资鼓励。诸位同仁们，我们汇泉初心没有问题，我们汇泉的一切也没有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团结一致，我们肯定能再创辉煌。谢谢大家。赵继凯他已经投案自首，所以等到公诉阶段，我会建议从轻从宽的处理。你不会是为了你的闺蜜想要放水吧？何路源儿，法律的事情我不跟你开玩笑，我先挂了啊。李唐，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哭过了？你眼睛都红了。
你不要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你真以为我会哭啊？我只是结膜炎。吓死我了！我就知道我率性洒脱姐妹不会为一个男人消沉。走，进去。安妮，从你第一天认识赵继凯开始，是不是就盼着这一天到来啊？你一直戴着你审犯人的有色眼镜看着他，从第一天就开始了。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赵继凯对你特别好，所以你们俩之间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过问过。你为什么说我要戴着有色的眼镜去看他呢？其实你今天就算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找我干嘛呀？怕我崩溃去安慰我，还是你无法面对我啊？一堂，赵继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心理出轨是未遂，身体出轨是既遂。但我现在不想聊这个。既然早都已经知道了，那你现在更应该冷静一点，不要再感情用事了。我特好奇啊，安妮，你说咱们俩是闺蜜吗？当然是啊。那你告诉我赵继凯目前的案件情况。一堂，你也是学法律的，触碰法律底线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你看看，我就刚问一句，你就在这儿跟我上纲上线的。我觉得咱们俩真是不像闺蜜。现在不是特流行说塑料姐妹花吗？我觉得这个词儿放咱俩身上更合适。好了，一堂，如果你心里难过，我可以安慰你，甚至你歇斯底里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再用这种态度。安妮，你虚不虚伪啊？你有必要跟我打官腔吗？我是不是今天说什么都会淹我？还真被你猜对了。还是你了解我呀？那我爱他，你也很了解了。我只是单纯的想找一个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够爱上的人，安稳下来，幸福的过一辈子。他不值得，真的。既然早都已经知道了，这样早断早了，不然他也会牵累到你。我就知道，你就是这样，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掩盖对我的伤害。你知道我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多少吗？我知道。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爱他。我憧憬跟他结婚，我幻想着跟他迈入婚姻的殿堂。我甚至想过为了他去当一个全职太太，我幻想过10000种幸福的可能，但没有一种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你安妮，作为我的闺蜜，穷追不舍地盯着慧泉，不对，确切地说，应该是你冲着赵继凯，毫不顾忌地把他拉下马，亲手戳破我的幻想。张婉如是你师姐，也是我师姐，但你跟她的感情能跟咱俩相比吗？我可是你口口声声对外宣称的闺蜜啊！其实我理解你，我知道你这么做也许能获得比石家更好的称号，什么闺不闺蜜啊，闺蜜的幸福啊，对你来说都不值一提。李玉堂，你现在说这种话就像刀子一样在划我的心，你这么戳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再陪我玩一次咱们大学最爱玩的真心话大冒险吧。不麻烦的，做一个选择而已。毕竟现在能做选择的人只有你了。行，我陪你玩。我知道赵继凯已经认了，他这种人，干不出什么出格的大事儿，最多判个几年也就出来了。我就想知道，从他自首开始到现在，你们应该已经把他拘了。以他这样的情况，
你能为他办理取保吗？我们会给予公正的处理。我就知道，不愧是你。我李一堂，在你安妮的工作和你信仰的法律面前，一文不值。你有没有意思啊？我有意思啊！我怎么没意思啊？就像咱们俩会一条道走到黑一样，就像咱们俩永远只做一个选项一样，你永远选真心话，而我永远选大冒险。说来特别巧啊，好像一切早就有预兆一样。上大学那会儿，我就幻想过，如果有一天咱们在法庭上真刀真枪的来一场，到底谁会赢？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赵继凯的辩护我接了，咱们俩的闺蜜也可以不做了。安妮，我曾经真的特别在乎你，但是我现在更恨你。喂，姐，你快回院里一趟，我有事跟你说。我刚到我家楼下，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明天再说。明天来不及了，姐，真的，我没跟你胡闹，这事儿事关重大。微弱的烛火，闪烁的泪光，孤独的时候，悲伤不用紧张。如果失去方向，最怕去幻想，再远也不过是远方。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我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我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